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详细讲解了过程被动态和状态被动态之间的区别。那么，在真正的德语考试中，这两个语法点会怎么考呢？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在德语专业考试中，语法题目一般出现在 Sprachbausteine-Teil 中。你会看到一段文字，中间有空格，你需要从3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来填空。如果涉及到被动态，你首先要判断这里强调的是动作过程还是动作完成后的状态，接着还要确定使用什么时态。如果句子里没有明确的时间状语，就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现在我们就来拆解这个题目。Aufgabe 1。市区内一家新商场在周末开张了，强调动作的发生，所以需要使用过程被动态。时间状语 am Wochenende 明确表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 A wurde eröffnet 是正确答案。相反 B 和 C 都是状态被动态，描述已经开张的状态，不符合这里强调开张动作的语境。特别是 C 是状态被动态的现在时，时间上和题目里的时间状语 am Wochenende 也不匹配，所以 B 和 C 都是错误的。Aufgabe 2。这里强调的是邀请的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要用过程被动态的过去时。而 A 和 C 强调的是处于被邀请的状态，不是动作，所以不对。Aufgabe 3。这里强调的是街道已经处于封闭状态，而不是封闭这个动作本身。事情又发生在过去，所以用过去时的状态被动态最合适。相对的 A wurde gesperrt 表示动作街道被关闭了，而 C sind gesperrt 则是现在时，都不符合语境。Aufgabe 4。这里强调的是现在的状态。大楼今天已经准备好，顾客可以进来了，所以答案是 C， 状态被动态的现在时。如果使用 A 或者 B， 就变成强调过去的动作或者过去的状态，都不符合语境。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真正的考点并不是单纯的语法形式，而是需要通过上下文来判断是动作过程还是结果状态。掌握了这个思路，就能快速的排除错误选项。被动态在写作考试中也可能出现，这倒不是因为考试硬性要求你必须用被动态，而是因为B2写作不仅看语法的正确性，还很注重表达的多样性。如果你能够自然地运用被动态，你的文章就会显得更正式、更专业。下面我们就来举例说明。假设你组织了一场城市音乐节，需要写一份报告给上级或者刊登在报纸上。我们来看第一个版本。Wir haben die Bühne aufgebaut und die Technik vorbereitet. Die Gäste haben wir herzlich begrüßt. Dabei haben wir noch ein Programm präsentiert. Wir haben die Halle aufgeräumt. 这段话的语法完全正确，
但因为使用的全都是主动句，而且还不断的重复 via， 读起来就有点单调。在正式报告或者新闻稿里，这样写显得不够专业。Wir haben die Bühne aufgebaut und die Technik vorbereitet. Die Gäste haben wir herzlich begrüßt. Dabei wurde noch ein Programm präsentiert. Und natürlich ist die Halle aufgeräumt.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主动句和被动句交替使用，前两句保留了主动语态，这样可以保持叙述活力，也让开头更自然。我把第三句和第四句换成了被动态，从而避免了每一句都用 via 做主语。这个时候使用被动态更合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交代了情景，所以就不需要用主动态来强调谁是执行者了。这样一来，文章读起来层次分明，节奏更顺畅，也更符合正式报告或者新闻稿的风格。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使用被动态的场景和优势。第一，在正式文体中，比如报告或者新闻稿，用被动态会让表达听起来更客观、更专业。第二，强调结果时，被动态能够更好地突出事情已经完成，而不是强调谁做的。第三，可以避免重复主语。如果文章里 via 出现的次数太多，就可以用被动态来替换，让表达更自然。最后一个是篇幅提示，在一篇120到150个词的报告里，合理的加入3到4个被动态语句，就能让文章的层次感提升一个档次，当然就能拿到高分咯。在口语考试中，考官也不会刻意的要求你去造被动句，但是他们会注意你在描述流程或者事件时，能不能自然的使用不同的句式，比如适当的使用被动态。那什么时候使用被动态能够丰富表达呢？一般来说，被动态主要适合于描述流程，常见的场景有烹饪演示、家具组装、工作流程介绍等等。在这些场景中，主要是强调动作本身，或者是动作发生的顺序，而谁做的并不重要。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比如 Wie backt man einen Kuchen? Zuerst wird der Teig geknetet, dann in eine Backform geführt. Anschließend wird der Kuchen im Ofen gebacken. 这里强调的是每一步的动作，所以用过程被动态。Wenn der Kuchen fertig gebacken ist, wird er dekoriert. 蛋糕烤好了，这是状态，接着被装饰，又是一个动作。Jetzt ist der Kuchen fertig dekoriert und kann serviert werden. 蛋糕装饰完成，这是状态，可以上桌了，又包含动作的潜在可能。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灵活交替的使用被动态句子，既能强调动作的发生，又能突出动作完成后的状态。这样你的表达会显得更高级、更自然，也更容易给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语法并不是单独考的一个部分，而是贯穿所有的考试模块。掌握好语法，有助于你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请大家描述一下安装软件或者组装书架的过程。请在评论区写出你的句子，试着用过程被动态或者状态被动态。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讲解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学习被动态，敬请期待。Bis bald!